别人的幼儿园是老师忙，而我的幼儿园是孩子忙。作为全网最老六的园长，我每天都在摸鱼睡觉，就连吃喝拉撒都是我幼儿园的孩子负责。全国的专家见此纷纷怒喷我。然而家长们为了把孩子送到我的幼儿园，将我的门槛都给塌了。就在刚刚，观众们在小小少年的直播间里看到了其他3所幼儿园的精英式教育，专家们纷纷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就在这时，画面一转，一幅忙碌热闹的景象出现在画面中。院子里有人洗锅，有人切菜，有人炒菜，有人劈柴，总之没有一个人是闲着的。孩子们手中拿的工具虽是迷你版，但全都是实打实的刀和斧子。一个小男孩腰一转，一斧投下去，木头直接1分为2。牛牛于前儿，我头快好了，菜炒的怎么样了？一个穿着围裙的小女孩走到灶台，而叫牛牛的小男孩头戴高顶厨师帽，汗水沿着眼角滑过，不停地抖动手中的锅铲。他端起锅把菜倒进盘子，而后拿起一把小葱撒在上面，最后用厨房纸擦了擦盘子边缘。第3鲜好了，牛牛喊了一声，刚才的女孩子利索地把菜端走，而后重新放了一个空盘子。牛牛没有停下，换了一口干净的锅，烧热放油，加入肉丝煸炒，待颜色改变，迅速放入葱姜蒜煸炒，然后机切好的尖椒倒进去，不到1分钟又一道菜出锅。10分钟的时间，院子里的大桌子上已经摆满20道菜，2种汤，1个主食。老师别睡了，快起来吃饭。牛牛洗完手走到树下呼唤正在打盹的我，闻言我伸个懒腰，而后跟牛牛一起坐到桌边。不愧是牛牛，红烧肉炖的入口即化，满分10分。我吃着香喷喷的红烧肉，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牛牛听到我的夸奖，红扑扑的脸蛋露出笑脸。园里没料酒了，老师你凑合吃吧，下午记得补点货。而此时直播间的观众则是目瞪回呆，老师睡觉，学生干活，这是什么学校？有资质吗？这菜看起来真不错，打工人留下不争气的口水，牛逼！从小培养打工人，毕业就有3年工作经验，举报举报，雇佣童工。与此同时，演播厅的专家对此也表示强烈的不满。涂雷看到此番情景，愤怒地站起身，这种人根本不配当老师，让学生干活还不顾学生安危，有败师德，相关部门必须严查。白鹿这次也同意涂雷的意见。夏野老师非常欠缺安全意识，大人还经常切到手指，孩子那么小，怎么能不管不顾？万一出了意外，可不是赔偿就能解决的。何明也第一次见到这种幼儿园，但他是专业主持人，没有急于下定论。演播厅的专家和直播间的观众纷纷指责我的为人，甚至有人发弹幕支持学生家长退款转校，弹幕清一色全是批评我的话。有孩子的人指责我没有资格做老师，没有孩子的人则认为我利用小孩赚钱，道德缺失。此时的涂雷情绪很激动，不仅要求节目组把我的幼儿园踢出跟拍，还让节目组通知相关部门严查我的幼儿园。然而白鹿却沉默没有讲话，他心中有个疑惑，事情难道真是画面中表现的样子吗？何明无可奈何下直接连线跟拍的摄像师，让摄像师充当记者对话。摄像师听后爽快答应。别说直播间观众，他一大早来到这里就没见我干过正事，不是睡觉就是闲晃，一点老师的姿态都没有。他也有一个3岁的儿子，每当看到小孩用刀，心里不禁纠结。此时中午饭已经吃完，孩子们主动收拾起残局，有的拿抹布擦桌子，有的把剩饭剩菜打包好放在冰箱，有的洗碗洗盘子，俨然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团队。夏老师，能耽误你几分钟吗？摄像师把演播厅的事转达给我，闻言我爽快答应。待摄像机固定好后，便开始了采访。演播厅的专家和观众对幼儿园的教育方针很好奇，你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吗？我没有思考，直接答道：享受生活。闻言，摄像师一阵晕眩，无所事事的只有老师你啊，其他人都在忙啊。对此我毫不掩饰的点头承认。听到这话，直播间观众炸了，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，压榨学生自己享受生活。见此，摄像师连忙换个问题继续发问。有人说这里不像是幼儿园，像是一个技校，光干这点，夏老师你怎么看？闻言，我稍作思考答道：谢谢夸赞，我们再接再厉。听到这话，摄像师连忙擦了擦头上的汗。夏老师口中的享受生活指的是什么？难道是让学生劳动自己摆烂吗？闻言我微微一笑，怎么可能？我问你，上学的意义的是什么？听到这话，摄像师一愣，而后开口道：当然是出人头地。那您出人头地了吗？面对我的提问，摄影师脸上顿时露出窘态。其实本质上还是找到心仪的工作，过上向往的生活。那找到心仪的工作跟过上向往的生活不是很矛盾的吗？找工作就意味着受制感人，向往的生活意味着自由，这完全是两码事。闻言，摄像师脸上一黑。那夏老师有何高见？听到这话，我嘴角微微翘起。我认为人活着就是为了享受生活，简而言之就是做当下想做的事。夏老师的意思是，孩子们刷碗做饭是他们喜欢做的事情吗？当然，谁在这个年纪不喜欢玩过家家？谁不喜欢假装大人？谁不会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？我只不过给他们提供一个大师全教的环境。摄像师听后浑身一震，我的话似乎并没有问题。大多数幼儿园孩子都在按部就班的做老师计划好的事情，而这里的学生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直播间的观众也大呼震惊。还别说，我小时候也爱拿泥巴做饭，可惜就是没人吃，啥都没意义。出了社会就会发现活着就是意义。我怀疑此人是在为摸鱼找借口。演播厅里，何明微笑着看向专家座位。涂雷老师怎么看待夏老师的教育观点的？闻言，涂雷一脸不屑：这根本就是胡闹！这
这个社会缺厨师吗？缺刷碗工吗？花大把时间让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决定未来，不如多上一些文化课，加强素质教育。然而白鹿对此特有不同的意见。涂老师，夏老师的意思是激发孩子们的内在主动性，孩子们只需要享受童年时光就好了，这么小就思考未来的事，你不觉得很沉重吗？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老祖宗流传千年的训诫不是摆设，现代人应该有更高的目标和追求，否则社会怎么发展？闻言，白鹿撇了撇嘴，孩子未来要做什么，那是个人的事，你不该拿自己的观念绑架别人吧。直播间的观众听到涂雷发言也激动起来，有些人就爱道德绑架，专家不愧是专家。保安表示有被侮辱到，家政表示有被侮辱到，和民建专家针锋相对，且直播间局势有一边倒的倾向，立刻岔开话题。4家幼儿园已经全部展示完毕，从现在开始，每个幼儿园会专设直播间，观众可以到喜欢的直播间观看。此时每家幼儿园都到了睡午觉的时间，唯一的差别就是其他3个幼儿园的老师时不时需要查看学生的情况，而我这里的直接在宿舍睡得此学生都香。半个小时后，我从库房拿出一套茶台放在中午吃饭的桌子上，接着又摆出几个看着挺高档的甜点托盘，然后去了一趟厨房，沉思片刻后骑着小毛驴离开了幼儿园。观众看到我这一番操作，弹幕又飘了起来，还喝下午茶，讲究人啊，一定是去买点芯子，终于知道做回人了。半小时后，我骑小毛驴拖着几个袋子回来，孩子们正好也渐渐醒了。花花揉着惺忪的睡眼，上完厕所来到院子里，拿起小围裙，奶声奶气地问道：老师，案板准备好了吗？闻言我比出一个 OK， 随后我从厨房拿出硅胶板和面盆，放在灶台旁边的小桌子上，一切准备就绪后，花花挽起袖子来到小桌子前，动作利索地将我刚才带回来的袋子打开，然后把面粉倒进盆子里。见此我露出自信的笑容，要不要老师帮忙？老师可是很会炸抽条的哦。然而花花却一脸嫌弃，老师，小朋友下午吃这么油腻的东西会肠胃不舒服，你还是在一边凉快吧，我今天想试着做新品。好嘞，需要我随时说话。说完我毫不客气地躺回摇椅，花花则依次把盐砂糖酵母水放进揉面机里，3分钟后又加进去几块黄油。趁着揉面的时间，花花又准备出其他混合面，依次倒入桂花酱、桂花蜂蜜、白糖和温水，揉成面团后放在阳光下发酵。他一通行云流水的操作，让人一眼就觉得是一个经验老道的面点师傅。演播厅里，白鹿见此道：花花主动帮忙做点心，真的太能干了。而涂雷仅是瞥了一眼大屏幕说道：别的幼儿园都已经吃上了，他们还在做，一天的时间不是做饭就是吃饭，不知道什么叫时间宝贵，根本就是反面教材。家长们到底怎么想的？会把孩子送到这，孩子们的未来就这么毁了。涂老师，你说的也太夸张了，体验生活也是学习的一部分，孩子主动帮忙，难道要老师打击人家的积极性吗？闻言，涂雷冷哼一声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然而直播间的观众听到专家发言，纷纷都坐不住了，他们最不喜欢这种说话阴阳怪气、一耙子误伤旁人的行为。虽然看着我来气，但他们更不喜欢这个专家。此时花花专注手中的工作，眼睛都不舍得多眨巴一下。他把发酵好的面团揉成小剂子，然后爬桃花馅卷进剂子中，揉成光滑的面团，最后在面团上划开2道口子，醒发10分钟后放进烤箱，一道桃花欧包的工序算是完成了。此时的院子里，有人开灶熬奶，有人煎茶，有人洗茶杯，有人摆放盘子。原本安静的幼儿园又热闹起来。每个孩子经过一番劳作后，已经彻底醒了。他们像过家家一样玩得不亦乐乎，脸上绽不出开心的笑颜。然而全场最该干活的大人却在摇椅上晃来晃去。半个小时后，一切准备完毕，新鲜出炉的点心和奶茶漂漂亮亮的摆放在桌面上。老师，快去洗手喝茶了。我听到牛牛内喊后，伸出一只手摆出 OK 的手势。所有人围坐在桌前，津津有味地吃起了花花做的点心。见此，我发出由衷的感叹：真不想让你们毕业呀！你们要是走了，老师可怎么活啊？学生们听后哈哈大笑起来。直播间的观众见此忍不住吐槽道：下一你收着点，脸皮都能防弹了，别人还在打螺丝，你却在啃小。此时还有1个小时就放学了，这个时间每个幼儿园都开始进行卫生健康检查，然后就是等待父母来接。然而我这里的画风却不太一样，孩子们穿着围裙，头戴透明面罩，个忙个的活。有人在劈柴，有人在切大字菜，有人在切猪肉，甚至有人拿着锄头从一片土地里刨出一筐土豆。单看菜系就知道孩子们要做大锅菜。此时画面对准一个女孩，她默默地坐在旁，单手插兜，一脸淡定，而后行云流水般的挥舞着木尺，一张张烙馍在她的手下出锅。这番景象惊呆直播间的观众，这都快放学了，怎么还让小孩做饭？合着一天天光做饭都不用上课。那个烙饼的孩子手法一看就专业，夏意去哪了？怎么没看见他？记得给孩子多发点薪水，加班3倍工资。演播厅里，涂雷的眉头皱得都快夹死苍蝇了，简直不可理喻，丧心病狂！这根本不叫学校，老师不作为，学生不奋斗，遇到不懂管教的老师，真是这些孩子的悲哀。难道要让这些孩子长大拼爹拼妈吗？然而白鹿只在一旁笑笑没说话。听到这话，直播间又炸了。专家协会吧，头发都快薅秃了。争议主人公夏意跑哪去了？此时一道跟拍我的摄像师李大哥悄声问道：夏老师，你这一天天啥也不干，是不是不太好？你现在还年轻，难道不应该拼搏奋斗吗？这样放纵下去，将来会不会后悔？闻言我饶有兴趣的反问道：摄像大哥，
你一直说奋斗奋斗，你为什么要奋斗？听到这话，摄像大哥毫不犹豫地答道：当然是为了给家庭更好的生活，也是为了自己有时间享受生活。我现在就在享受生活，少走几十年弯路呢。说完，我往后一仰，潇洒地躺在摇椅上。见此，摄像师有些懵，拼搏就是为了享受更好的生活，既然人家已经做到了，还能说什么呢？演播厅里，涂雷非常愤愤不平。作为年轻人，不知道奋斗，自甘堕落，社会要你有何用？父母把你生下来，不是让你们摆烂的。谁没有受过苦？年轻人就该化压力为动力，坚持拼搏才对。只有坚持到最后才算成功。路是你们的，希望你们不会为曾经的堕落而遗憾。涂雷激烈地批评着我，顺带批评当代不知奋进的年轻人。而一旁的白鹿则是风轻云淡地说：我认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，不该用道德绑架他人。也许人家比我们过得更幸福。荧屏上，3家幼儿园都已经开始有家长接孩子了。这个点来接孩子的大多数是白发苍苍的老人，毕竟我国双薪家庭较多，父母上班自然没办法来接孩子。虽然父母比任何人都想跟孩子多待一段时间，也想亲自接孩子给孩子惊喜，奈何过了4点半幼儿园就要闭园，否则就要收取高额保育费，让老人代替接送孩子本就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。画面一转，牛牛已经把人锅菜炖上了，30分钟后就能开吃。烙馍的小朋友也把一筐自色烙馍放在桌子上，在小菜地摘蔬菜的小朋友把菜洗干净交给切菜的伙伴，小伙伴3下5除2麻溜儿的切完装进一个大盘子，守在调料台的学生熟练的撒上各种调味料，一盆新鲜凉拌菜搞定。这完美的配合直接惊艳直播间的观众，纷纷感叹流水线效率此场子都高。此时我看时间差不多了，站起来喊道：同学们，第一批人马上到，大家做好准备。闻言，观众一惊，难道有人要来？白天学校，晚上饭馆，牛逼！发个地址，我也凑个热闹。正好晚上不知道吃什么，不一会孩子们就把板凳整理好了，碗筷直接堆在一起放在一边。就在这时，2个人走进了幼儿园。老师，我们来了。见到来人，我热情地招待着。牛牛爸妈，你们下班啦，欢迎欢迎，快来坐吧。闻言，牛牛妈一脸微笑。牛牛今天表现咋样啊？当然是一如既往的优秀啊！没了牛牛，我得饿死了。牛牛父母听闻满脸欣慰。此时大锅菜也熟了，牛牛拿着铁勺说道：哎呀，老师你就别起哄了，饭熟了，大家来吃饭吧。紧接着小朋友们开始排队等着盛饭。牛牛的爸妈和我也站在队里，3个大人站在一群小孩中间，意外显眼。牛牛爸望着牛牛的方向，一脸期待。今天做的大锅菜啊，我最爱吃大锅菜了。在排队打饭的时候，其他家长也陆续进来，不约而同的排起了队伍，大家有说有笑，画面非常融洽。工作一天的疲惫来到这里，好像就自然而然消失了。牛牛，今天又是你做饭呀，太厉害了！花花的妈妈温柔地夸赞着。闻言，牛牛露出憨憨的笑容。嘿嘿，阿姨，不过我再给你多盛点。整个幼儿园家长跟孩子都在院子里吃大锅菜。各位叔叔灶台有蒜，喜欢吃的自己来拿哦。牛牛扯着嗓子呐喊了一声，然后端着自己的饭坐在一旁小板凳吃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观众直接炸了，原来家长也来幼儿园吃饭，这比我这个30岁的老阿姨都会做，点赞点赞！下班吃饱再回家，我特么泪目，啥时候也能有这样的待遇？还缺不缺工？我儿子刚满3岁，要的话给你们，全场劳模啊！唯独老师眼里没活。演播厅涂雷气得直发抖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：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与此同时，何明带羞标准的挥笑看向舞台旁边的人。各位观众，一天的跟拍到此结束。在这鸟语花香的季节，4家幼儿园都表现得非常优秀，请计票组统计得票情况。不久，一个工作人员把写着统计数据的手卡交给何明。投票情况已经拿到我手上，现在就为大家揭晓最终结果。第4名天使幼儿园，选票18000张；第3名英记幼儿园，选票24000张。随着何明宣布，台下的专家不淡定了，涂雷直接发出了质疑：天使幼儿园怎么会是第4名？何老师，你确定没有看错数据吗？现在后2名已经宣布完毕，核桃幼儿园不是第2名就是第1名。这样，身为拥护正统教育专家的他，怎么能容忍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核桃幼儿园占据高位？何明听到涂雷质疑，担心场面失控，赶紧接话安抚：涂老师，选票都是公正可观的，数据一切正常。观众对教育方式有不同的喜好，说明幼儿园未来的发展将会是百花齐放。咱们节目还长，慢慢观察。此时不仅专家着急，直播间的观众也跟着着急，都想知道自己投的幼儿园会不会是第1名。下面宣布前2名，第2名彩虹幼儿园，选票29000张。涂雷听到这个结果，脸色更黑了。反观白鹿则露出喜悦的笑容。他身为90后，对这种充满新意的教学方式非常之特。从小就被父母打压着长大的他，非常清楚想要做的事不能做是什么样的心情。你不行，不许做，好好学雕才有出路。这样的话他听过太多。就是因为小时候经常被打压教育，所以长大后他才会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汗水来实现梦想。看着核桃幼儿园的小朋友们，白鹿内也非常受触动，甚至一瞬间产生过如果自己小时候也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就好了。弹幕此时呈现多极分化的情况。知特其他幼儿园的人认为核桃幼儿园根本不是幼儿园，老师一点师德都没有，除了吃就是吃，凭什么拿第1名？而大多数弹幕全是在洋洋得意。第1名核桃幼儿园，选票45000张。何明宣布完，直播间直接炸了，牛逼啊！直接碾压其他幼儿园。声明一下，票是投给宝贝们的。牛牛记得喊叔叔吃饭。某人的脸砰的啪啪响。与此时，幼儿园内大家已经吃完饭，把孩子接回去了，但有4个小朋友还在幼儿园，他们的父母要加班，晚点才能过来。不过幼儿园有明确表示，有事情的家长可以把孩子留在幼儿园，吃住免费。而小玉就是留校常客，她是单亲家庭，爸爸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小玉，所以为了给小玉更好的生活，小玉爸爸晚上下班还要送3个小时的外卖，以至于每次让我帮忙看孩子时，他感到非常不好意思，多次
次想给我钱都被我拒绝。此时的我正跟小朋友玩着跳格子。老师，我要单腿跳，不能两只脚落地。小玉对着我的背影喊道：“知道了。”说完，我回到开始的位置重新跳格。片刻后，我一看表，发现已经7点半了，转身对小朋友们喊道：“想吃宵夜的举手。”4只小手连忙高高举起。见此，我便准备出门买宵夜了。然而没走出10米，我就被一个人叫住，伴随着女人甜美的声音响起。我也看清了，是我的前女友小丽。前段时间，小丽因为嫌弃我不知上进提了分手。作为穿越者的我，本来就对她没感情，所以分就分了吧。找我有事吗？闻言，小丽嗲着嗓子道：“之前的事我想了想，提分手可能伤害了你，所以还是不分手了。”此时的她非常有信心，只要撒娇，我就会屁颠屁颠的向她示好。然而我的话却让她不知所措。没事，分就分吧，我无所谓。闻言，小丽一惊，下一刻她便哽咽起来，露出一副受害者的面孔。人家是在担心你，你却不领情，我真是看错人了。那你赶紧去找别人吧，别演了，往边靠靠，别挡路中间。紧接着我推出小毛驴，右脚一跨，潇洒的离开了，只留下小丽在原地目瞪口呆。晚上9点，多个带着幼儿园的话题冲上新闻热搜：幼儿园变身养老院，幼儿园满汉全席，核桃新东方烹饪技巧，核桃幼儿园一夜登上头条第1名。很多没看直播的人怀疑幼儿园经营者在匪诈儿童劳动力，建议教育部门严查。有人直接艾特当地教育部门官方账号，让他们尽快把孩子救出来。评论也是五花八门，甚至有人私信新东方烹饪学校账号，问他们是不是核桃幼儿园的股东。新东方员工一脸问号的看着一道没有互动的微博，一时间冒出几百条信息提示。运营员工嗅到了破天富贵的味道，立刻拿着手机到总经理办公室。总经理王凡看着画面中的视频，那利索的炒菜动作一点都不拖泥带水。还有做面点的小女孩，无论是材料搭配还是烘焙时间掌握得非常完美，这哪是幼儿园的学生，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厨师。特别是那个叫牛牛和花花的同学极具天，简直是当厨子的旷世之才。小李，你看看能不能联系到这家幼儿园园长，争取跟他们达成合作。运营小李笑呵呵的点头答应。小李离开办公室便发了一条微博，同时带上各种热搜话题。新东方烹饪绩效诚邀核桃幼儿园的老师冷决前来参观考察，没1个小时就得到了5000多点赞，2000多条评论。我靠，你真来了！云狗快出来，有官博找你合作，别人已经能赚钱养家，我还在玩泥巴。教育行业也因此掀起了不小的风波，不少教育学专家、教育博主育儿大 V 针对核桃幼儿园的教育模式进行了分析，有人批评，有人赞扬。图雷下播后，在回去的路上还录了一条长达5分钟的小视频，全程指责我的为人和教育方式，眼神真切，青筋直冒。一时间，我也成为了网上的热议对象，就连相关部门在收到网友举报后，都连夜成立相关小组，连线小少年节目组，甚至为了核实甜食情况，安抚网友，部门决定明天造访核桃幼儿园。知道这个情况后，我也是爽快答应了。消息一确定，部门官方微博账号立马发消息安慰网友，收到各位网友来信，我司已核查某某幼儿园资质属于规范办信。为让网友放心，我们跟小少年节目组合作，明天对核桃幼儿园进行专访，请各位敬请期待。消息发出去引来一堆评论，我就看看某人明天还敢不敢摸鱼，牛牛又得多做几碗饭了，还让不让人休息？去了别影响孩子上工，记得长点眼力劲儿。第2天，摄影师李大哥已经到门口10分钟了，还没看到我。此时直播间的弹幕已然漫天飞，这都上1个小时班了，老实人呢？不会还没起床吧？不愧是老板，摸鱼不分昼夜，极度让我面目全非啊！摄像大哥，快让云狗在全国人民面前社死！好像有家长来送孩子了。你好，你是要进门吗？摄影师认的这个女性是花花的妈妈，一直没人开门。见此，花花妈妈笑了起来，我来开吧。然后在直播间3万多人的注视下，花花妈妈走到大门边，搬起花盆，从底下掏出一把钥匙。这是什么操作？孩子上学还得家长开门？自助餐我吃过，自助学校还真没上过。兄弟们都跟我一起去偷家，论摆烂就服云狗。3人走到院子里，正好看见我端着锅走出来，来的正好，刚煮了方便面，要不要来点？李大哥扛着摄影机直对我。此时的我穿着大裤衩和 T 恤，头发宛如倾倒的鸟巢，形象这个词似乎不存在我的字典里。最终李大哥实在看不下去，善意提醒我：夏老师，现在已经开始直播了。然而我吸溜了一筷子面条后，直接对着镜头比了一个大拇指。李大哥顿时汗颜，好歹是一档节目，难道不该抓住这个机会搞宣传吗？现在幼儿园行业竞争这么激烈，每年都有上百家幼儿园倒闭，一档电视节目就能在全国人民前曝光，这简直就是免费的宣传啊！要知道一个广告插播还要付上千万的植入费，其他幼儿园早准备好宣传措施，纷纷挑选有颜值有能力的老师出镜，就是为了提高竞争力，吸引更多学生来。李大哥工作这么多年，从没见过像我这么松弛懒散的人。此时学生陆陆续续的来到学校，而我也已经换好平时常穿的运动衣，然后把3轮车开到院子，又从库房拿出很多小铁锹，还有一些小水桶，一脸笑嘻嘻的看向李大哥：大哥，能腾个手不？跟我抬一下子呗，我看你挺有劲儿，我自己估计够呛。在2人齐心协力下，水桶被抬到了3轮车上。见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我对着孩子们道：今天我们去干农活，大家换上鞋子，戴好手套，来这边集合。孩子们听后，个个兴奋地跑到屋子里。这个年纪的孩子对什么都好奇，干活对他们来讲，可能就是到更大的地方玩泥巴。见此，牛牛走到我跟前问道：老师还用准备午饭吗？闻言我微微一笑，今天不用了，今天带大家下馆子。直播间的弹幕顿时热闹了起来。云狗请客飞间急道：全程监督工头，少干一点活就拉出去嘎了，请分配给我一个牛牛，我把你当老师养，你把我当牛马。说好的领导呢？怎么还没到？见此，李大哥也是慌了。节目组刚跟他联系，教育部门的领导已经出发来这里，大概半个小时就能到。要是我走了，不就扑空了？夏老师。
师，领导们马上就到了，我看要不要等等再出发。听到这话，我思考一番道：我给你发个地址，让他们去那儿。闻言，李大哥一阵眩晕，那可是教育部门领导啊，谁见了不得点头哈腰的接待，只听过列队等领导的，没听过让领导改路线的。李大哥刚想说什么，但看我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，无奈下也只能重新联系节目组，把这件事告诉导演组。导演组一听直接慌了，连忙联系我，劝我稍安勿躁，等1个小时之后再出发。我明白导演组的意思，你们也挺不容易的。不过领导是来看同学们学习的，不是来打酱油的，所以课还得正常上。我要是拖延，倒显得领导在摆架子，显得多不好啊！咱可不能让领导下不来台。我们还是9点出发，就辛苦你们通知领导了。说完，我便直接把电话还给了李大哥。见此，李大哥默喊一声牛逼，我刚才的发言简直溜到飞起。最后导演组又是陪笑又是道歉，把我给的新地址发给领导。从电话中，他们都能感受到来自领导愤怒的眼神。收拾妥当后，由我骑着3轮车在前面带领，孩子们排成3队跟在后边，前后左右都有女老师保驾护航。李大哥坐在我的3轮车后边，摄影机对准路过的景色。原本河套幼儿园就在外环，这不到10分钟，附近已经完全没有房子，都是农地和荒地。要不是拍摄节目，他还不知道帝都附近有农地。紧接着，我把3轮车停在一大片荒地前面，而后拿出一个箱子，箱子里有很多迷你水壶。同学们，来这里领水壶。小朋友们接过水壶，喝完水就直接把水壶挂在了脖子上。同学们，咱们今天要把这里的草给拔了，为了以后能吃上更新鲜的蔬菜，这里就是咱们的菜园。观众见状直接炸了，原来是真干活啊！杂草比小孩都高，这是参加变形计啊！利用小孩干私活，我举报死你！演播厅里看到河套幼儿园的直播画面，涂磊始终黑着脸，不学无术。他在等到领导们在全国人民面前当面处刑我，最好能吊销养的营业执照和从业资质。像我这种不学无术的人，连人都不配做，更别说当老师。荒地里，同学们6人一排蹲在地上除草，渴了就打开腰间的水壶喝一口水，累了就用脏兮兮的手套抹一爬汗。老师们也在附近跟小朋友一起工作。现在才早上9点20，太阳已经把地面晒得滚烫。网友们感动一番后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纷纷从画面中寻找我的身影。找到了吗？谁看见云狗了？妇孺都在工作，那个男人去干嘛了？不久后，我拿着红色条幅出现在众人眼前。所有人都去工作后，我便拿出了准备好的条幅，上边写欢度6·1儿童节。我将条幅翻了过来，用白色粉笔写上欢迎教育部门领导前来考察参观。由于字数太多，变得非常拥挤，一旁的李大哥看着都尴尬。这尼玛也太粗糙了吧！夏老师，好歹是领导，难道就不能花20块钱买一个新的吗？闻言我笑了笑，咱们幼儿园彻底贯彻国家号召，资源循环利用，我作为园长不能带头浪费。这话听得李大哥一阵汗颜。2人谈话间，3辆车在不远处停了下来，5个人下车后向这边走来。见状，我回头看向3轮车车斗，上边还有5个大人用的锄头。此时李大哥非常紧张，心脏砰砰砰的跳着，不停默念我千万别搞什么幺蛾子，让领导带着笑脸来，带着笑脸回去。很快5人便来到3轮车跟前，看到歪脖树上的条幅，眉心不禁蹙起。一个像秘书的年轻人淡定开口：“你就是苹果幼儿园园长吗？这位是我们教育课王科长。”王科长看着我，肥头大耳的脸上散发着慈祥。园长你好，今天来是为了看看咱们学校平日的课程安排，还有孩子的成长情况。听到这话，我满脸笑容。领导们来的正是时候，孩子们在上户外课，自从知道领导要来，一个个特兴奋，车上还有锄头。各位跟孩子一起去体验一下吧。此话一出，直播间的观众炸开了锅。夏意真是不知道什么叫做无耻啊！园长眼里容不下闲人，领导去了也得打工，哈哈哈！云狗真敢说，吾辈之楷模。演播厅里，何明对每个幼儿园的活动进行总结。春日正值农耕，核桃幼儿园的活动既接地气又独具创意，各位老师怎么看？闻言，白露一脸笑意。学习跟生活相结合，既提高了小朋友的动手能力，又增添很多趣味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很少能体会到的经历。如果能重来，我也愿意到核桃幼儿园上学。此时画面中的核桃幼儿园，5位领导正挽着袖子在田地里平得起劲，他们就像回到老家一样，一点都看不出是被迫干活的。秘书巧声对旁边的科长说：“咱们干一会儿就行了吧？不会真要跟他们把草拔完吧？”科长此秘书大20多岁，才干了10分钟就已经满头大汗，气喘呼呼。没看见小孩正看着我们吗？还有这几台摄影机。说着，他看向在地头坐着乘凉的我，眼神散发出熊熊怒火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他怎么会骑虎难下？前后左右4个摄像机对着他，活做到一半，怎么才能不失风度的找借口离开？他一边站着一边思考这个问题。不知不觉时间过去半个小时，地里的杂草也清除了1/3。李大哥，你可得好好拍下这一面。领导以身作则，亲自体验幼儿园室外教学课程，跟同学共进退，奋力拔杂草，美化地球环境。原本李大哥是专门跟拍我的，但我执意要让直播间6万人观众清晰的看到领导们的卓越风姿。李大哥听了我的话，也认为很有道理，毕竟他混迹职场这么多年，明白每个人都想把活干在明处，就怕别人不知道活是自己干的。而领导更是干一点工作就恨不得昭告全天下。如今有4台摄像机，领导又这么配合，冒着大太阳在田地干活，这要是不宣传出去，就对不起他的职业精神。听到我的讲话，刚找好借口想离开的王科长心中一凉。与此同时，孩子们早就回到我搭建的遮阳伞下休息，只剩下领导们在辛苦除草。就这样又持续了半个小时，我终于站起来喊道：“领导们，
你们别太累了，过来喝口水吧。五人一听，顿时心中大喜，他们终于可以离开这鬼地方了。领导不愧是人民的先锋，工作做得太麻利。这是水，大家先补充补充水分。几人皆是呵呵一笑，咕咚咕咚的往嘴里灌水。今天来幼儿园视察，收获良多。如今的孩子生活太过富裕，根本不知道前人奋斗的辛苦。核桃幼儿园能设置这样的户外课程，既能锻炼同学们的意志力，又能让他们懂得现在的生活不易，更加珍惜生活。我认为非常棒，值得保持下去。而后几人找几个借口，便拖着疲惫的步伐离开了这里。见此，我从口袋拿出一个打火机，李大哥一脸好奇地看着我。夏老师也抽烟吗？闻言我笑了笑，不抽烟，这是用来烧草木灰的。李大哥听后呆滞了2秒，随后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。你都要烧草树灰了，干嘛还让领导干活？下一刻，我便提着一条水管沿着地头浇了一圈，然后用打火机点着了剩下的杂草。不到30分钟，杂草全部燃烧殆尽，化成黑色草木灰，成为土地的养分。见此，李大哥忍不住问道：夏老师，你既然要烧杂草，干嘛还要拔草？当然是让孩子们体验生活啊，不过干10分钟，意思意思就行了。大家又不是来吃苦的，我也没想到领导们干劲这么足。4台摄像机对着人家，没准人家心里正开心呢，我哪好意思阻止他们？要不是叫他们喝水，我还担心他们会把草拔光。草木灰可是天然养料，草要是没了，我还得买肥料，太亏了。李大哥听后满脸黑线，刚才王科长带着人离开的时候，他们可是一个比一个凄惨，就像很久不运动的人突然运动，又是低血糖，又是肌无力，面色苍白。见此，直播间的观众一个个笑得不行。黑心老板啊，说了要躺平，领导就是不听，只有领导受伤的幼儿园。演播厅内，白鹿笑着说道：这个园长很有意思，虽然大大咧咧的，但心思意外的细腻。到户外还记得给孩子们提前准备水和零食，挺有心的。一旁的涂雷开回道：虽然领导没有发现问题，但这种教育方式仍旧有待验证。连续2天不上文化课，就这种课程安排，以后上小学怎么能跟上进度？很多孩子在课余时间上钢琴班、舞蹈班、外语班，日日夜夜的不眠学习，时间根本不够用。闻言，白鹿一脸不屑：涂老师，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要拿到年级第1，都要背负沉重的学业负担。生而为人，不是来吃苦的。闻言，涂雷一脸愤怒：我们都是吃着苦过来的，不吃苦怎么能成为人上人？为什么我们吃苦，孩子就得吃苦？就是因为吃过苦，才不想要让孩子吃苦。再者，涂老师你都没有成为人上人，为什么要求孩子成为人上人？涂雷听得额头青筋直跳，至少我没忘记老祖宗的话，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为了不让孩子重复自己的道路，才要认真培养孩子。此时的我搞定草木灰后，立刻叫了一辆客车，带着上百号孩子，风风火火地走进一家粤菜馆。见此，一个美女服务员笑着上前接待：是夏邑先生吧？我们的菜已经做好放在3楼的会场了。说话间，在服务员的引领下，上百人来到3楼的会场，孩子们队列整齐地走进房间，而后看到桌子上的好吃的，一个个都兴奋了起来。等李大哥进去时，直接呆在了原地。只见不下20桌的饭菜，满满当当的摆着色香味俱全的粤菜美食，什么白切鸡、烤乳猪、脆皮烧鹅。李大哥连忙用摄像机对了上去，这让还在上班忍耐饥饿的打工人看到后，弹幕又刷了起来：夏邑这么豪吗？核桃幼儿园还需要人不？我要去当保安！可恶的资本家！众人正吃着饭时，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面带笑容走了进来，他身后跟着一个中年厨师，此人正是这家店的经理苏阳。夏老师吃的咋样？闻言，我肯定的点了点头，一如既往的好吃。那就好。说完，苏阳环视了一周。夏老师，咱们牛牛同学呢？就在那边坐着呢，你找他干嘛？听到这话，苏阳一脸堆笑。我们主厨是他的粉丝，想跟牛牛合照，不知道行不行？说完，他身后的厨师向我憨憨一笑。我在电视上看过牛牛做饭，立马就被他圈粉了。小小年纪，简直是我们厨师的骄傲。明白2人的来意后，我带他们来到牛牛那一桌。厨师看到牛牛，立刻蹲了下来，向牛牛表示喜欢和关心。牛牛则是一脸淡定，丝毫没有被2个陌生大叔的表现而吓到。拍完照后，厨师长向苏阳投了个眼色，苏阳立即会意点头。牛牛，你以后毕业要不要来我们店当厨师呢？此话一出，我瞬间便明白他们打了什么主意，果断拒绝。这可不行。闻言，苏阳挑了挑眉，语气带有一丝冷淡。夏老师，我们是在咨询牛牛的意见。你们别着急，先看看网友怎么说。如我所料，此时弹幕又炸了。人家距离大学毕业还有20年，你们这么早问有屁用？厨艺只是牛牛的生存技能，以后又不一定会当厨师。4岁就收到就职邀请，这么卷吗？苏阳2人看到弹幕，脸上也是露出一丝尴尬。你们也看到了，就算我同意，家长同意，咱们广大网友也不同意啊。见此，2人连忙摆手解释：不是这个意思，老师和网友误会了。我们看牛牛非常有潜力，如果未来对厨师行业感兴趣，我们愿意提供高级厨师手把手教学培训，不是让牛牛非得选择我们店。此时的苏阳和厨师表现出了极大的求生欲。闻言，我微微一笑：牛牛，你怎么想的？听到我的问话，牛牛一脸认真地说：谢谢叔叔们喜欢我，但是以后的事，请让以后长大的我回答。我现在还是孩子，不想想那么多。此话一出，苏阳和厨师顿时惊讶了，区一个小孩子思维逻辑这么严谨，句式太优秀了。与此同时，网友也纷纷震惊，牛牛就像个大人，牛牛绝对是反内耗战士，未来的丈母娘们开战吧！哇塞，比我老公智商都高，30岁老阿姨心动了。苏阳和厨师对牛牛夸赞了一番后离开了会场，一场小风波过去，并没有给同学们带来影响。然而演播厅却不平静了，涂雷一番阴阳怪气，怪不得除了吃
吃就是睡，生活如此堕落，原来是啃老一族。谁会放心把自己的孩子交给这种人？简直是自断孩子的前程。白鹿则是面带笑容地说：从本质而言，这位叫牛牛的孩子已经赢了。谁3、4岁就能收到工作邀约，这么小的孩子就有了一技之长，我相信他们的未来绝对会光明璀璨。此时的我和同学们已经坐大巴回到了学校。午休结束后，我带着同学们围着操场跑圈。比赛第一，友谊第二，不拿第一誓不罢休。同学们跟着我一道重复喊这2句口号。由于跟常规理念不一样，引起很多教育者的骂声。跑完20圈后，我们又爬行了2圈，然后带着同学们洗完澡，便舒服地躺在大宿舍里，一直跟拍的摄影师李大哥擦了擦脑门的汗。就算是50米一圈的小操场，20圈下来也有足足1000米。幼儿园的孩子平时能跑400米就已经很不错了，这一下子跑1000米，还能像蜘蛛一样手脚并用地爬行了100米。这里的孩子体能到底有多么强大？难道是放养惯了，体能也变优秀了吗？现在很多孩子娇生惯养，出门坐车、逛街坐婴儿车，在学校也基本不用干体力活，除了一些鱼彩性质的体能游戏，很少接触到正式的运动。而我这里的学生就不一样，他们每天做饭要颠手，饭前饭后要搬桌椅，还要下田拔草犁地，这运动量很多大人都自叹不如。不过他现在很好奇我这么训练孩子的目的是什么，还有那邪门的口号。更令他奇怪的是，我居然能这么积极的上体育课，简直违反我的理念啊！最终他忍不住问道：夏老师，我们这么辛苦训练是要做什么？李大哥，你不知道，我们社区这段时间要搞运动会。我们的对手是往年的常胜冠军樱桃幼儿园。听到这里，李大哥有些明白了，这个樱桃幼儿园是传说中的豪门学校，家长不是资本家就是名人，所以孩子也是受的高端教育。听说那所学校设置着马术课、高尔夫课，连迷我 4S 赛车训练跑道都有，是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贵族学校。所以刚才是在为运动会训练是吗？闻言我点了点头。对啊，我们学生今时不同往日，今年有绝对获胜的自信心，是不是同学们？我的一番激励让同学们笑着纷纷喊是。夏老师不是一向比较养生吗？怎么对第一这么执着？比赛的意义就是拿第一啊，不拿第一还比赛干嘛？我不相信有人会心甘情愿把第一名拱手相让。每个想要参加此赛的人都是冲着第一名来的，谁输了都会不甘心。说什么友谊第一，第一名会跟我分享他的荣誉吗？会跟我分享奖金吗？我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在背后瞧不起我？就因为我干不过他们，我只是老老实实的承认，我们就是冲着第一名，冲着奖金去的，拿到这些就是我们的意义。至于对别人有没有意义，我不清楚。看到我这么认真的回答，李大哥非常震惊，甚至觉得我说的话很有道理。那夏老师为什么执着拿第一？感觉不太像是您平时的作风。这是我们同学们的诉求，我作为老师只是在一旁协助他们。说着我看向引以为豪的同学们，我想要室内厨房，这样冬天做饭就不会动手了。我想要游泳池，夏天就不用专门跑到游泳馆学游泳了。我要开店，妈妈总说外边买的饼干好吃，我要证明我做的更受欢迎。每个人纷纷喊出自己的心愿，大家还是孩子，平时没有多少零花钱，想要实现愿望最需要的东西就是钱。如今参加社区运动会比赛，拿到第一名就能得到10万补助基金，这概率此摸彩票中奖大多了。网友听到感动涕零，没想到连小孩子都有理想，还做出了实际行动，真是自愧不如。这老师关键时候还挺有老师样，我家孩子5岁50斤，能不能送过去训练几天？李大哥听后头也是一阵感动，他对我有了新的认识。夏老师，你是个好老师。对了，咱们这2天怎么没上文化课？是学科老师生病了吗？闻言我笑了笑，我们一周只有2节文化课，其余时间都是生活课。听到这话，李大哥差点把摄像机摔了。1周2节，这要是放在别的幼儿园，家长能把园长办公室掀了，可我却一脸坦然。文化课不是不重要，是没必要强。字会认，数会数，逻辑能通就够了，剩下的交给时间。我指了指操场上还在小声讨论游泳池要多大的孩子们，你看他们哪一个是被逼着学习的？他们想要的，他们自然会去学。李大哥沉默了。作为一个30多岁的中年男人，他第一次意识到，原来学习这件事也可以这么松弛。当天下午，教育部门的专访视频正式剪辑上线，标题很简单：一所让专家吵翻天的幼儿园。视频一经发布，播放量直接破100万，评论区却罕见的没有一边倒，有人依旧怒骂，说这是披着教育外衣的摆烂，也有人第一次站出来反驳：你们骂他，可你们孩子真的快乐吗？我儿子学了3年奥数，现在一听到作业就吐。要是我小时候有人告诉我，活着可以不那么累，我可能不会抑郁10年。而最让人意外的是，当天晚上，核桃幼儿园的报名电话被打爆了，负责招生的王老师一边接电话一边对我喊：园长，咱们要不要限流啊？再来人，厨房都站不下了。我一边给孩子们削苹果，一边随口回道：先排队，慢慢来，缘分这东西急不得。3天后，社区运动会正式开始。樱桃幼儿园的队伍一出场就气势惊人，统一的运动服、定制的小跑鞋，连加油横幅都印着烫金字。反观我们这边，孩子们穿着自己选的衣服，5颜6色，像一群刚逃出调色盘的小蘑菇。涂雷坐在嘉宾席，冷笑了一声：这还能比？简直是闹剧！第一项300米接力跑，哨声一响，樱桃幼儿园的小朋友动作标准，节奏统一，一看就是专业训练过的。而我们这边第一个起跑的正是牛牛，他跑姿不标准，却稳得吓人，每一步都踩得死死的。跑到一半，他还不忘大喊：下一个准备别发呆。
这一声直接把现场喊愣了，接力棒交接干净利落，没有一次掉棒，没有一次迟疑。最终核桃幼儿园第1名，全场哗然。第2项障碍搬运，要翻轮胎，要抬沙袋，要钻网洞。樱桃幼儿园这边，孩子刚抬起沙袋就被重量压得直晃，老师在旁边急得直跺脚。而我们这边，孩子们一人抬一脚，配合的像搬饭桌，嘴里还喊着1、2、3，走！李大哥看得目瞪口呆，这哪是幼儿园，这分明是施工队。第3项拔河，这是最后一项，也是最关键的一项。樱桃幼儿园信心满满，他们的孩子个子高，体重占优。涂磊已经开始整理西装，准备赛后点评。然而哨声落下，绳子几乎没有僵持。核桃幼儿园这边，脚下一沉，腰一压，同时发力，那一瞬间，像是有人把地基都埋进了土里。3秒，胜负已分，现场先是死寂，随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我站在人群后，没有喊，也没有跳，只是轻轻拍了拍手。孩子们冲过来，抱住我，一个个满脸通红。老师，我们赢啦！我蹲下身，认真看着他们，记住这种感觉。这是靠自己赢来的。奖金到账那天，孩子们围着我开会。室内厨房通过，游泳池通过，开小店暂缓，要先学算账。他们叽叽喳喳讨论着未来，而我靠在门框上，第一次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没白来这个世界。当天晚上，涂雷发了一条长文，语气依旧强硬，却少了几分底气。而白鹿只发了一句话：教育不是把孩子塑造成你希望的样子，而是保护他们不被世界过早磨坏。我关掉手机，抬头看向院子里，灯光下，孩子们还在研究厨房要装几口锅，夜风很轻。我忽然意识到，也许这所最不像学校的幼儿园，正在悄悄教会他们一件最重要的事：人这一辈子不一定要赢过所有人，但一定要为自己活得开心而努力一次。第2天一早，核桃幼儿园门口多了一辆陌生的黑色商务车，车门打开，下来一个穿着休闲西装的中年男人，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，手里还拎着一个公文包。李大哥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是昨天运动会现场一直坐在角落里没怎么说话的区教育局副局长。完了，李大哥心里咯噔一下，昨天领导是笑着走的，可真要动真格，那才是后手。而我正蹲在地上教小朋友怎么用粉笔画跳房子。副局长站在门口看了足足5分钟，没有出声，也没有催促，直到我画完最后一格，站起身拍了拍手，这才注意到他。哟，领导这么早？对方明显愣了一下，他见过太多园长，不是点头哈腰，就是紧张局促。像我这种仿佛在菜市场碰见熟人的，他还是头一次见。他笑了笑，语气出奇的温和。我不是来检查的，就是想看看孩子们平时是怎么过一天的。我点点头。行，那你随便看。别客气。说完，我又蹲回去，继续给孩子们当裁判。副局长站在一旁，从早上看到中午，看孩子们自己分工，自己吵架，自己和好，看他们摔倒了，先看看地，再看看自己，确认没事，才继续玩。他看得很认真，连秘书递过来的电话都摆了摆手没接。中午吃饭时，孩子们照例忙成一团，而我依旧是那个最闲的人。副局长终于忍不住问：夏老师，你真的不怕出事吗？我夹了一块豆腐，慢慢嚼完，才回答：怕，但怕也没用。他皱眉，这话怎么讲？我抬头看他，语气平静：孩子早晚要长大，早晚要受伤，早晚要面对这个世界。你不让他们摔，不是保护，是推迟。副局长沉默了，他忽然想起自己儿子小学6年级还不会系鞋带。那天下午，副局长走的时候，只留下了一句话：核桃幼儿园暂时不做任何干预。消息一出，网上彻底炸锅，有人骂这是纵容，这是开历史倒车，也有人开始模仿，出现了生活型幼儿园、松弛教育实验班。当然，模仿者大多活不过3个月，因为他们学走样了，他们只学会了不管，却没学会负责。1周后，一个孩子在别的幼儿园受伤，媒体立刻把矛头指向我，标题刺眼：放养教育的恶果。记者堵在门口，要我给个说法，我没有躲，只是把孩子们叫出来，让他们自己说。那个平时最胆小的小姑娘站在镜头前，攥着衣角，小声却坚定：我们在这里从来没有被逼过。这句话比我说1万句都有用。风波慢慢过去，核桃幼儿园反而成了一个符号，有人来学习，有人来取经，也有人来嘲笑，而我依旧每天睡到自然醒，依旧被孩子们嫌弃，说我做饭不好吃。某天傍晚，牛牛坐在我旁边，突然问：老师，人一定要很厉害才算成功吗？我想了想，摇头：不一定。那怎样才算？他追问。我看着远处正在追着夕阳跑的小朋友，轻声说：能决定今天开不开心就已经很厉害了。牛牛点点头，像是记住了。很多年后，也许他们会忘记我教过什么，但我希望他们记得这种感觉，原来活着可以不用那么拧巴。而我这个全网最老6的园长，继续躺在摇椅上，看着世界慢慢往前走。